路过丰都城时，发现天庭和地府已各自在血海退兵，幽冥界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安宁。李长寿特意暗中去看了眼那3个后起之秀，看到他们在努力地诵读经文，化解怨魂的怨气，满意的点点头。看敖乙此时的境界，距离金仙境已经是不远了。稍后放他几十年的假，回龙宫深造一番，开启龙王血脉，迈入金仙境，不会有太多风险。稳妥起见，给他弄一颗9转金丹备上，毕竟是自家好兄弟。变装距离金仙境也不远了，继续培养下去，定能够成为天庭的栋梁之才。就是不能派他去剿灭女妖精，对付女妖王。灵珠子自是不用多提，而今大气运加深，应当很快就能与变装拉开距离。此时灵珠子修行了巫族战法，与敖乙近身肉搏都可以不落下风。一想到此处，李长寿心底就禁不住泛起了各种嘀咕。敖乙的3弟敖丙在原本的封神大劫之中，可是要被灵珠子转世的小哪吒乱拳打死，送上封神榜。虽然我现如今已经是有阻止这般悲剧发生的实力，但后事如何当真是难以预料。从我师父遇害就可以看出，天道的收束之力不容小觑。还是要想办法让敖乙和灵珠子不要走得太近了，免得到时候敖乙心中煎熬。文一手，稍后带灵珠子回天庭，让他多跟小玉兔玩耍，少跟科勒尔接触。做得不错。李长寿在这3个家伙耳旁留下了一声轻笑，旋即朝着血海遁去。敖乙、变装、灵珠子停下诵经，扭头各处找寻，并未发现李长寿的踪迹。变装禁不住打了个寒颤。水神大人这是故意吓唬人的。师叔应该是路过此地，看了咱们一眼，还好未听变副统领的，在此地偷懒玩乐，不然定是要被师叔责罚了。教主哥哥其实很温柔，有时说要责罚，也只是放在嘴上。那是对你啊，姨姨。灵珠子不由被这般称呼逗得一乐，自家师傅的道号也带乙。敖乙额头蹦起青筋。谁让你品行不端，见一个仙子爱一个，嘴上挂着瑶池的仙子，心里想着月宫的嫦娥。你再这般下去，早晚有一天要被天规处置，把你这张脸化作一副人见人怕的丑陋模样。放心，哪条天规还不让咱们喜欢仙子啊？咱只要遵礼数，不去冒犯仙子，欣赏还不行吗？灵珠子想起了自己从牛头马面那里学来的交友3策，在旁边叹道：“2位副统领交情之深，当真让灵珠羡慕。”并露出了羡慕的表情。敖乙嘴角一撇：“若非教主哥哥有交代，让我看紧了他，谁爱搭理他了还？”那可不，我们是天河水军最佳副统领，水神大人最信任的左膀右臂。变装试图抬手对着敖乙勾肩搭背，被敖乙一脚踹了出去。随之这变装眼珠子一转，嘿嘿笑着：“嘿，今日咱们哥仨不如学凡人，来个一阶金兰，怎么样？”敖乙一甩衣袖，倒是并未拒绝。灵珠子正想多结识一些好友呢，顿时拍手叫好。于是李长寿刚刚赶到这血海深处，这一龙一人一灵珠，在周遭昏睡怨魂的见证之下，对着天地拜了3拜。羁绊加1，好家伙！另一边，李长寿暗中抵达了修罗古城，发现此地已没了几道身影。金翅大鹏鸟在外围不急不缓地绕圈飞，以作戒备。多宝道人赵公明、白泽3位在城墙上架起了一方矮桌，盘坐3面，手里各抓着一把用纸道人原品树浆制作的卡牌，斗得正起劲儿呢。那朵红莲就在侧旁，被多宝道人太极图的道运同时包裹。此前组队前来的道门顶级高手团已是在不久前就地解散了。阐教太乙真人、玉鼎真人随着广成子离开，截教3位圣母也觉得面子上挂不住，与琼霄一同先一步撤离。毕竟
他们胸有成竹的来此地抢红莲，刚进城就被放倒了，原地睡了个3到12日，当真是有些丢仙呢。李长寿刚在矮桌旁现身，多宝、赵公明、白泽立刻起身迎接，问李长寿结果如何。元始天尊说的那些话自是不能直接对截教先讲，李长寿只知道自己已经得了老师和二师叔的应允，将这朵红莲交给截教处置，前提是必须抹掉那冥河老祖的残魂，破碎此残魂，红莲之威能定会受到影响。但多宝道人与赵公明皆是明事理的，知道这已经是李长寿努力大半个月的结果，且抹掉冥河老祖残魂的要求合情合理。虽然李长寿自认自己只是跑了跑腿儿，并没有帮上什么，但是多宝道人依然是无比感激。笑谈3言，细说2语，李长寿也得知了这半个多月发生之事。青牛跟铁山一同离去，说是陪铁山散散心去，实际上是老牛自己跟上去的，人家姑娘就是没直接拒绝罢了。道门8睡仙中，阐教大师兄广成此时最先醒过来的，而后是多宝道人与金陵圣母，他们都只是入梦3日，其他的各位仙人5日、7日不等。大法师不知道是有意而为，还是趁机睡了个懒觉，睡了12日才打着哈欠坐起身来，还说了几句令人啼笑皆非的话。梦？什么梦？我就是突然犯困，好像是梦到自己困了，就在梦中睡了。这觉睡得当真舒坦。事情被长庚解决了没？哎呀，还好大法师醒来就溜了，不然我非得我就怎么着我也得抱怨1-2句吧。但是此时此地还有一人并未醒来。李长寿走到断壁前，低头看去，眉头轻轻一皱，侧旁的白泽轻声道：师神，是否要喊醒仙子？不用，我在此地多等几日就好了。2位师兄，先将红莲献与3师叔吧。多宝道人与赵公明对视一眼，各自露出了几分微笑。多宝道：无妨，在此地等等云霄师妹就是，咱们一同去碧游宫中，这红莲的功劳啊，为兄可不敢占你的。那也好。李长寿答应一声。赵公明在旁招呼白泽与多宝道人继续玩乐。那金翅大鹏鸟刚要向前见礼，看李长寿身形自断壁飘下，落在那位熟睡的仙子身旁，就识趣地做了一个倒衣，继续在周围巡查。太极图的虚影收缩大半，化作1丈直径，笼罩在李长寿与云霄仙子的头顶。他被困在了梦中。李长寿微微皱眉，仔细地感应着，却发现那肾气之力已经消退，他犹自在梦中不愿醒来。应该是做了一个让他安心的美梦吧。看着眼前的仙子，这仙子倚靠在墙边，青丝如瀑，仙衣如云，原本一直保持着清冷的面容，此刻却卸下防备，只剩下柔与美。若把女子的容貌比作诗词，五官作词藻，比例为韵脚，那属于云霄的自是千古之绝唱。他嘴角带着少许笑意，长长的睫毛微微闭合，仿佛是在云端驻足太久，有些疲累，趁机在这儿歇息一阵。李长寿心底暗笑，走到他身子微微倾去的一侧，再次靠着这一面墙壁坐下，静静等待。不觉岁月流淌，不知日夜更替。又1个月后，身旁的仙子睫毛轻轻颤动几下，李长寿低头看去，恰好看到了他有些迷蒙的眸子中渐渐褪去的失落。梦到什么了？李长寿含笑问着。云霄的嘴角止不住浅浅扬起，一抹嫣红极快地划过他的脸颊，眸光低转间不与他对视。哼，还想不承认？我可是听到了的，之前梦呓时他念我的名号。当然还有那句跪下。洪荒五部洲天地边缘，
一道金光慢悠悠地划过，飞往了金鳌岛方向。碧游宫在何处，李长寿自不知晓，但是跟着这3位截教大弟子，怎么着也不能迷了路。一路上，白泽与赵公明、多宝道人聊得兴起，大多是在探讨斗大神的记忆。这位白先生似乎全然忘了，还有一个洪荒暗组需要他去领导呢。看脸身旁的云霄仙子，她此时正盘坐在半丈之外，纤薄的裙摆散落身周，捧着一卷书册低头品读，借此遮掩一下刚才的小窘迫。待飞到金鳌岛附近，多宝道人起身在金鹏背上走了2步，到了李长寿的身前，袖袍挥舞之间，甩出了一道七彩霞光，于天地间揭开了一扇门户。云宫缥缈金霞战，仙人重重金辉开。金鹏展翅飞入这门户中，周遭的乾坤轻轻震荡，又是进了一方圣人开辟出的小世界，与女娲娘娘的圣母宫颇为相近。只不过此地流转的道韵满是锋锐铮铮有声，又蕴含着不屈向上之意，颇为耀眼。云霄仙子收起手中书卷，盈盈起身，对着李长寿柔声叮嘱：稍后见了我家师尊，莫要太拘礼，不然师尊会不喜。啊，行。李长寿答应了下来，心底却是一笑，我难不成还要跟通天教主称兄道弟的？这边一句张然，那边一句哎女婿，那未免也太荡漾了吧。最基本的晚辈之礼还是要尊的嘛，最起码的圣人之敬还是要有的嘛。金鹏飞过重重云上楼阁，也惊动了先一步回返此地的各位截教仙人。道道流光朝着碧游宫主殿而去，在殿前站了20-30道身形。李长寿左掌托举太极图，那一朵红莲就在太极图中慢慢地溢出，化作巴掌大小，再要缓缓旋转。此前有一个细节，当赤精子等20余位两教高手冲入修罗古城的废墟大殿时，李长寿立刻将自己的指导人自焚，并未参与后面的事。为何如此呢？只因为有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。当时冥河老祖残魂与12品红莲已经在控制之内，是继续让红莲吸纳血海业障之力，令这一株12品红莲达到真正的圆满，恢复到巅峰，还是立刻封禁，不留后患？这个问题涉及到了产劫之争，李长寿确实没有办法处置，只能选择作壁上观。他当时所做已经够多的了，无论对阐教还是对截教，没有任何亏欠与偏倚，做了一位道门弟子、人教弟子该做的。最后，两教仙人一同出手，将12品红莲封住，斩断了他与血海的关联，终究是让他比上古时的12品红莲少了些许威能。李长寿对此只能故作不知，将红莲亲手献给通天教主之后，就事了拂身去。抵达碧游宫前，几位圣母带着众截教仙向前见礼致谢。李长寿带着白泽连连还礼，特意赶来此地等候的琼霄、碧霄正双目放光地看着李长寿。这准姐夫有面儿。多宝道人大笑2声。师尊，长庚送红莲来了。殿内也传来一声轻笑，通天教主的身形自云雾之中渐渐凝成。李长寿对着殿前的众截教仙做了一个道揖，目光瞥到了角落之中某位双耳长长、面容慈祥的中年道人。这位便是那截教最大二五仔长耳定光仙。姐夫，琼霄突然喊道：都来碧游宫了，你就将这老者模样换了吧。云霄闻言看去，琼霄赶紧闭嘴缩脖子，脚下挪步躲去赵公明身后，整套动作是一气呵成。赵公明淡定的拂须一笑，朝着侧旁横跨一步，把琼霄给露了出来。这是我截教外门大弟子义薄云天赵公明，管不了。云霄正待出声训斥，李长寿却抢先开口：此身老少不过皮囊2字，仙子想看有何不可？
当下李长寿右手甩动拂尘，满头白发渐渐染黑，面容化作了与本身容貌有7分相近的模样，身形也挺拔了3分，双目之中藏了几颗星辰，当然不是真的塞了几颗星辰啊，比喻。李长寿再站在云霄仙子身旁，当真能让人说一句相配，赞一声登对。金陵圣母轻笑了一声，催促道：快进去吧，莫要让师父久等。李长寿顺势进了大殿，双手捧起红莲，在赵公明与云霄的陪伴下拜见截教教主通天。白泽并未入内，与金翅大鹏鸟在外等候。殿内通天教主正在高台宝座上端正地坐着，毕竟这是李长寿第一次登门，也要有点威严感嘛。玩归玩，闹归闹，圣人威仪不玩笑。弟子长庚拜见通天师叔。通天教主原本绷着的面容顿时破功，一阵仰头大笑，抬手想做一个抚须的动作，就发现自己没长胡子，顺势理了理长袍的衣领。这位看起来与李长寿应当是同龄的青年道者立刻站起身来，朗声道：长庚师侄，这次你于轮回塔中为道门促成不战之约，又在那血海中一力阻拦冥河复生，更是最先了解士气之难，为道门挽回了颜面。而今又将这红莲送到我这碧游宫中，为我截教阵压教运祭，长庚师侄可有什么想要的赏赐？本师叔对你定不会吝啬。言说之中，通天教主特意看了眼云霄仙子，见云霄面容如常，笑意顿时更浓郁了一些。李长寿也不抬头，只是笑道：弟子只不过是奉老师之命行事，不敢求师叔赏赐。师叔，弟子来此之前，先去太清观中拜了老师，又去玉虚宫后小院拜见了二师叔，问询红莲之事。二师叔特意叮嘱，让弟子将红莲送来碧游宫中，为截教镇压教运所用。